普京下令停止攻击马里乌波尔的钢铁厂，这块骨头为什么不让俄军坚持啃完？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我相信前几天很多人关注一件事儿，就是马里乌波尔这个仗什么时候算是彻底打完？特别是钢铁厂战斗怎么解决？前两天图22M3不是还搞一次轰炸吗？那么这次轰炸之后呢，还有谣言媒体用2017年的一个爆炸视频出来骗人，说俄军在马里乌波尔投了巨型炸弹。但是呢，4月21号，普京就取消了让俄军强攻钢铁厂的命令。当时呢，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报告说，俄军还有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民兵已经控制了马里乌波尔，现在就剩一个钢铁厂没啃下来。根据俄方统计，乌军是4000多人被消灭。投降的呢是1478人，目前在钢铁厂地下堡垒里边坚持的大概还有2000多人。按照绍伊古的说法呢，完成对钢铁厂的作战行动需要大概是3到4天。国内还有报道说说是车臣武装认为半天就可以。然而，普京表示，马里乌波尔呢实际上已经是被解放了，战斗行动已经是成功。他同时下命令强调，应该封锁这个工业园区，钢铁厂不要强攻。所以现在就是因为钢铁厂没有被彻底拿下来，所以普京说的胜利解放马里波尔也被广泛质疑。那么为什么马里乌波尔最后这2000人，俄方不打算一口气吞下去？现在网上众多媒体传播着大量的故事，比如说什么下面有大鱼要活捉等等等等，这些小说情节越传越神。我呢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还有习惯，就是判断越是这类惊悚的危言耸听的说法，我是越不敢用来当做分析的证据。在我看来，俄军不啃这块骨头是有2个原因。第一，大家已经在网上看过了，钢铁厂地下是一个多层的堡垒，这个堡垒原来是可以抗击核打击的，那个坚固程度是可想而知。包括我们很多在北京生活的朋友都知道，北京一些建筑地下工事那个人防工事，光那个水泥大门，就一般的武器很难打穿。这种作战环境对地下路网如果不熟悉，盲目进攻很吃亏，很容易付出特别大的伤亡。而且呢，很多武器在狭窄空间里边不好用，就需要战斗人员用手里的自动武器，用枪支靠互相配合，一个一个房间进行争夺。比如一个小组里边，每个人要负责警惕或者压制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就要靠队友的火力和身体做掩护，来保证一个战斗小组360度前后左右都有人照顾。这就不仅要求队员之间有娴熟的配合，还有高度的信任，而且还必须做到任何情况下能够稳定心态，保持好战斗队形，听小组领队的指挥。所以战斗素养、心理素养都必须特别过硬。除了经过长期专门训练的小组一般的士兵是根本适应不了这种作战环境，恐怕在当地俄军中这样的专业队伍也不会多。那么贸然强攻肯定是给对方送人头，这样就不如让下边的人消耗完粮食之后自己选择出来投降，战术上不啃这块骨头是对的。第二呢，马里乌波尔周围牵制了俄军10几个营的兵力差不多已经是投入战斗的全部俄军兵力的1/6。现在俄军只要留下少部分兵力看守钢铁厂就可以了，赶紧要把其他的部队从马里乌波尔撤出来，去稳固赫尔松防线，或者是去参加东部的决战。特别是乌军原来进攻赫尔松的主力部队已经调到了东线去参加顿巴斯决战，并且呢，乌方对俄军的进攻方向判断基本是正确的。现在在伊久姆附近的战线已经3天没什么变化，俄军的进展也并不顺利，就需要更多的部队投入，把原来损失大的部队撤下来进行轮换。所以这场战争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环节，乌东才是对俄罗斯非常重要的地点。而我们一些媒体把钢铁厂的战斗当成传奇小说写，却没有想到俄军现在可真的没有那么闲。好，关于普京停止进攻马里乌波尔钢铁厂的命令到底出于什么原因，今天呢我们就分析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